Hello，大家好，我们是清水农机。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台是大顺TS 700K 双轮式的中根机啦，有转向的。那这个客人很不幸的因为家里因为火灾的原因，然后这个机子有稍微受到波及。那比较严重的部分在于它的引擎的部分，包括它把手的所有钢索，都因为这个锈蚀或者是火吻。导致它外皮橡胶的外皮都整个融化掉，那钢索也都被卡死了。那像它这个齿盘，像里面这些齿盘都可能要拆开来看检查一下。那现在其实最麻烦的是这一颗引擎这一颗10码的引擎。那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对于这个化油器化油器整个是确定是不行的啦，这个一看就知道不行了。它的发火线圈整个融化。那现在最怕的其实是引擎的内部。那包括这个油箱啦，油箱里面也是生锈。那这个部分的话，希望可以减少客人的支出啦。大家可以看一下，像这个钢索部分，钢索的部分，完全是拉不动的状态，完全是卡死的状态。都卡死，连这个把手的橡胶部分都融化掉了。那还有一边的钢索是可以动的。那左右转、上下，调整把手都有卡住了。那这个换挡，包括像这个换挡，这个都有点卡住。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要多做检查。那包括像它的轮轴的油封，甚至里面的油说不定有一些已经被烧掉了。也有可能所以说这个要先跟客户来做一个报价。那像这颗这颗10码这颗3.0强 GP 300，都是捐3.1的。这个引擎的话，我之前在这个之前的修理中根机边有一个大水流发，我就叫他来看这个坏切部分。这个里面都整个锈死了。那这个发火圈确定是不完的，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其他板，甚至这个外杆先拆开，然后去往前去查一下。你看像其他板，包括有些路上
好，那我们大致上把周围的东西都有拆开来。好，那它主要的受到火吻的面积只有这一边而已。好，那现在就只是担心怕说它这个阿鲁米的材质如果受到火有去火烧到过之后，怕有变形的问题。怕会有变形的问题。那基本上油封也没有受损，曲轴油封没有受损，机油量也没有减少。好，那我们刚刚稍微转一下，气门啊，活塞、压缩都感觉还可以。那我们可能把周边的东西先装回去，好，然后先来做测试看这台引擎的状况怎么样。好，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整台换掉。好，那我这边刚好有一个旧的啦，二手的啊，可以用的话就用这个就好了。它800是手动的，手动这是 GF91，就是现在的 GB 的300。
好，那我已经把简单的配件已经都装上去了，好，包括启动拉盘啊、化油器啊、火星塞，好，然后用简易的油箱，好，先来做一个测试看看，我看一下这个引擎的状况好不好。那也要测试看看说，假设发动之后，它的这些油封有没有受损。好，我们现在来测试看看吧。好，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加速状况。好，那我们现在测试下来的结果就是引擎的部分还是可以的哈。那油封也没有漏油，那整体的加速啊，好，包括怠速都没什么问题。那现在就是引擎的部分 OK， 那我们就往它的行走部的变速箱，好，然后还有这个齿盘来看一下，里面这个受损的程度。好，那我们大概已经估算完，然后也跟客人报价过了啦哈。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哈，大致上要换哪些东西。那先针对引擎的部分，第一个是启动拉盘，好，然后跟那个外壳刚好我有一整组的啦，好，是二手的，好，拆二手的 ，OK。然后那个发火线圈，好，发火线圈也熔掉，那发火线圈做更换。那化油器的话，这一颗是我拿来测试用的，我这一颗也是有问题的。那我会帮他换副厂新的油箱，好，里面也是生锈，油箱也是拿副厂的。然后包括这个油开关，好，油开关也要换掉 ，OK。然后这一个空滤，好，空滤总成，好，因为里面都生锈了，哈，锈蚀的蛮严重的。好，这个我会拿中古的帮他换掉。然后火星塞，好，火星塞，好，这刚刚讲过的启动拉盘。然后机油，好，当然最基本的机油也要换掉。好，那气门间隙也调整过了。然后再来讲到车台的部分，好，车台的部分，好，当然第一个左右的转向钢索卡死，然后上下，好，我们把手上下左右的这两个把手也都卡死，好，换钢索，好，然后我们换挡。我们车子在行走的换挡，好，其中一条也卡死，包括主离合器的钢索也卡死，然后握把，好，握把换掉。OK， 那基本上的话，再来看到这个链条箱，这个链条箱的话，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啦。我们再重新洗一洗，然后重新上油，外面的垫圈换一条新的上去。好，那车台的部分呢，就是所有的齿轮油，包括行走部的变速箱4公升。跟那个耕耘部的1.7公升全部换掉，然后油封的话没什么问题啊，油封没有漏油，好，然后也没有变形的那个迹象，好，这基本上看得到就是有点火去哈掉啦这样子，好，然后皮带的部分也蛮好的，皮带目前状况都很好，好，那些都有测试过，然后也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包括这个行走部油封啊，好，然后刀走油封，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啦，哈，所以说这些加起来，大家觉得说这一次客人会花多少钱呢？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然后我会把修好的影片呢放在我的短片 short 里面，好，那大家觉得这一部车修完之后大概要花多少钱呢？好，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那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或有什么意见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哦。我们下次见，拜拜。